我們持續要關心，在這個國際的消息上面，川普呢打牌打出 Uno 牌，結果被網友打臉說他打這個 Uno 牌連這個規則都搞不清楚，怎麼回事？等一下我們來持續關心。另外有來自於美國的民調川普是慘敗的，被網友他自己痛批說這些民調都是假的。另外他還造謠教宗挺伊朗永和，惹怒了全球。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那節目開始也跟觀眾朋友有一個小互動。如果您認為說接下來在期中選舉之後，川普有可能被彈劾的話，幫我們在留言寫下1；如果你認為不會，川普不會被彈劾的話，在留言寫下2，來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好，持續來關心到現在中東的局勢，不僅是伊朗看不懂，美國人自己恐怕搞不清楚了。我們看到每一天的訊息反反复复，每天都在變。先來看到國務卿盧比歐說，對於伊朗的軍事行動已經結束了。那麼另外一邊，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卻又說隨時可以重啟戰火，不需要國會的授權。但是美國總統川普又怎麼說呢？他認為說美國當前跟伊朗的衝突是一場小型戰爭，但是他又說了伊朗的在談判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將會暫停自由計劃的護航行動。要知道這個自由計劃的護航行動不是也才持續個幾天而已嗎？怎麼突然間在這個時候又宣布停止了，讓大家感到非常的訝異。所以現在外界就在嘲笑說，美國現在已經不是戰略調整了，整個決策的邏輯都怪怪的，非常的有問題。那外界也解讀說，美國现在中東的問題裡面可以說是完全進退兩難，想收手但是壓不住伊朗，但是想要升級去打伊朗，內部又有許多共識是無法達成的。委員怎麼看？对，我覺得川普真的是一個很妙的人就是無論如何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他都能夠自娛於人就是自己覺得很開心，其實也讓我們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們就看着就好像在看笑話一樣這一點不能不佩服川普了那我要講的說，他當時在講所謂的這個什麼自由航行計劃的時候，我們就一直高度的質疑就如果你只提供導引，然後你又不護航，到底有誰會相信你的導引是準確的？那誰有把握只是因為你的導引就把這個船開過了這個荷姆茲海峽，然後呢冒着可能被伊朗的這個革命衛隊攻擊的危險嘛？所以其實他原本的這個計劃就是行不通的，根本上就是行不通。但是對川普來講就他為什麼要玩這個把戲呢？就是他一直要營造一個勝利的假象。各位知道勝利的假象對川普來說兩個關鍵嘛？第一個關鍵，荷姆茲海峽要重新開放那麼問題是說，在這個伊朗革命衛隊持續封鎖的情況之下，對川普來說，他又沒有辦法叫革命衛隊撤銷封鎖，他自己也順便在封鎖。那他要營造一個什麼假象呢？反正過了2艘就算是開放了，所以他的這種所謂的自由計劃其實很簡單，就是這些糊弄幾艘，看看有沒有幾艘可以過，然後呢運氣好沒有被水雷炸沉，然後呢伊朗又網開一面沒攻擊，那川普就可以對外說，你看荷姆茲海峽現在已經開放了第二個比較難處理就是這個濃縮鈾的問題就這兩個關鍵問題，那總是要有一個先處理了，那他才能夠坐實他所謂的這個我們真的取得了勝利嘛。但是沒有想到，才剛開始講了這個計劃沒多久，革命衛隊一點都不買單，也沒領情啊，立馬就展開了這個攻擊，不管是攻擊美國的驅逐艦，或者是攻擊其他的商船。所以現在這變成川普為難了。就各位知道，川普現在唯一不能承認的是又開戰了。他絕對不能承認這件事，就是他要想盡各種辦法讓這個停戰拖得越久越好，因為這中間牽涉到好幾個原因。這就為什麼 Rubio 一定要說現在已經停戰了，因為如果又開戰了，那馬上又要回到國會當時的爭論了，又要不要再經過戰爭授權法那當然，你赫格塞斯可以踩這個紅線了，走這個邊緣地帶，說反正呢，我打到快60天我就停戰一次，打到快60天我就停戰一次，這也許是個辦法了但是問題是，這對川普來講，就狠狠的打了他自己一巴掌了。自己講停戰了，戰爭結束了，就又重新開啟了。所以我覺得他之所以會在這一次的這個自由計劃裡頭退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發現，他想要混，可是混不過去，伊朗不買單，也不配合。那如果再繼續推這個計劃，這馬上就要開打了。那開打了之後，他怎麼該跟美國人民解釋呢？他說勝利了，停戰了，然後又開打了
所以現在反而變成川普是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哦。就這個局哦，他真的是完全找不到任何的出口了。那麼如果連原本想要用混的這種自由計劃都沒辦法成功的話，那麼接下來對川普來說，恐怕就是一個很難解的一個困局了。好，我們一方面看到現在美國可以說整體的戰略上面已經失序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美伊之間這場衝突還在打的另外一頭就是輿論戰了。那讓川普現在打輿論戰打的焦頭爛額，總共是來自於3方面。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場的失分是來自於川普自己，這一件事情還蠻好笑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川普呢這個手上拿着 Uno 的卡牌，說我手上有許多的牌，有所有的牌，結果被美國網友打臉說，你規則都搞錯了，你這個牌越多呢，代表你越輸啊，這個 Uno 是這樣玩的，牌越少才是贏。就伊朗就反擊說，沒錯，我們確實有比川普更少的牌。那麼伊朗呢，還制作了一個文宣哦，把川普做成畫面上我们看到這個超級馬里歐的梗圖，也就是說吞下了伊朗的石油桶之後，就會被炸飛升空哦。網友就說，真的是非常的有創意。好，再來第二個讓川普擔心的就是國內的民調問題了。現在支持川普的支持率只剩下32%，6%的民眾反對這一場戰爭。川普直接說這是假民調，並稱自己沒有想要打仗。最後一件事情是我們之前提過的外交爭議，川普對教宗來開炮，說他支持伊朗擁核，結果引爆歐洲反彈。意大利政府也說言論不可接受，無助和平。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3件事情啊，共同解釋了為什麼川普現在啊，就是從大家討厭他變成大家嘲笑他。接下來的話呢，就是會感覺到川普這個人呢，基本上這個神智上都有問題啊。首先第一個的話呢，川普的幕僚，大家都認為美國的幕僚很厲害，美國的幕僚難道沒有一個人懂 Uno 牌怎麼打嗎？Uno 牌很像大陸打的掼蛋啊，誰先出完誰就贏啊。這手上弄了一大堆的話，真是傻子啊！你看這2張照片對比起來，一個伊朗的那個家伙看起來不是什麼好東西，像殺手；這個家伙像是幼稚園班長的傻瓜一樣，在那邊啊拿了一大堆牌子嘛，要跟人家展示他剛學會了玩 Uno。所以川普本身來講，就是讓美國人很丟臉。那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這個整個這個民意的支持度啊，其實你不用看有多少人支持他打仗啊，你看有多少人反对，66%啊。這個說句良心話，美國在接受民意的調查的時候，基本上美國人是很愛國的，有66%的人反對這個出兵啊。這個最大的原因就是我要講的第3點，這個川普跟教宗鬧來鬧去的這個事情啊，從一開始就侮辱了所有的基督教的人。一開始他嫌不過癮，就把天主教跟基督教都拉在一起，自己也假扮耶穌啊，然後後來以色列的士兵又打爛了耶穌像什麼的。我自己是在天主教的國家裡面留學，我非常懂這種情感啊。就像我們這邊也是一樣的，有時候我都在講說，教宗的命運還不如媽祖啊，媽祖還受到這邊尊重的不得了啊，大家都拜來拜去。那個教宗被那個川普罵到不得了，那最嚴重的事情就是這一件，就是說川普亂講說教宗讓伊朗發展核子彈，哇，這件事情真的不得了。所有的開脫口秀基本上大家都笑不出來了，因為你這等於是侮辱到教宗的智商跟人格。那你自己的話呢，智商低、人格差就算了，但你現在侮辱的話呢，對於宗教來講，我們信奉的對象是你被侮辱的對象，那你想想看，這還得了？確實哦，所以現在整個歐洲國家，許多的國家也開始集體的反川普呢。那我們看到，確實在外交戰線上直接影響的就是這些國家也集體做表態。特別先看到歐洲國家，法國公開拒絕川普的自由計劃行動，歐洲也加速要建立自主的安全架構，不再信川普的那一套了。另外就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南韓了，拒絕加入美國的護航行動。美國的財政部長直接希望中國能夠加入在解決美伊這場紛爭上面，並且希望中國加入護航行動。那另外一方面，同樣尋求中國大陸幫助的還有伊朗哦。最新呢，這個外長已經啟程前往北京了，跟王毅接下來會談區域安全跟國際局勢。而伊朗呢，前幾天剛好在這個見完了普丁，現在大家說，可以見了普丁。那下一站是不是就可以見到習近平來加強中伊之間的合作呢？那幹哥又怎麼看？好，伊朗外長阿拉奇現在人正在北京。我們現在在這個節目進行當中，他人已經到了北京了，然後是見王毅嘛，但是會不會見到習近平呢？這個現在還不能確定。可是你知道他去之前打了3通電話，打給王毅，好忙啊，奇怪。但是王毅打給他還是他打給王毅？一般相信是他打給王毅，就是他好像很多話要講，你知道？然後王毅就都有接他電話。那我們就想，阿拉奇為什麼那麼頻繁要跟
王毅通話呢？說句實在話，你從貝森特的那個美國財政部長的那個行為，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為他們覺得這件事情要了結哦，真的需要中國來幫忙。雖然啊，那個什麼茶壺煉油廠搞得中美關係很僵，對不對？你現在又幹什麼？你現在又要找我茶壺煉油廠的麻煩？你不是要來訪問我？再過1個禮拜你就要來北京訪問了嗎？你還找我麻煩？所以其實坦白講一句，在這個節骨眼上面哈，川普最不希望的就是把事情節外生枝，他希望能夠好好的跟幹嘛？習近平見到面以後，對於伊朗問題，所以貝森特講這個話是放出消息來，希望中國多扮演一些角色。其實中國已經在扮演角色了，什麼角色？請問你前一陣子的這個和談是怎麼樣進行的？就是因為巴基斯坦出面，巴基斯坦後面誰在幫他撐着腰呢？就是中國。所以中國 push 他說，來由巴基斯坦你來出面，為什麼？因為你出面沒有人有話講，中國出面太直接了，就好像等於是我來當和事佬，來美國啊、伊朗，你們通來我面前這樣。我跟你講，不能這麼直接啦。我跟你講，這直接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所以說，由巴基斯坦來出面，其實是中國有給他相當的就是支持跟應援，還能夠讓巴基斯坦說來，你们再來我們這邊談，結果談得非常好。雖然現在還在各說各話，可是你看美國還沒有在打飛彈，沒有了嗎？對。那伊朗也沒有在搞事情呢，他至少沒有再去破壞整個區域上面的真正和平，所以我是認為說，中國在這後面會扮演越來越多積極的角色。那阿拉奇他可能最終還是希望說什麼，你知道？就是說外電他們有講說，希望他們在美伊談判之中要有一個人來當擔保人的角色，就保證啊，對，你不能叫俄羅斯來保證，俄羅斯現在沒有那個功夫啊。他現在光是對那個澤連斯基，他就頭皮發麻了，對不對？對，然後每天雙方出動上千架無人機，打得不可開交。那所以現在我跟你講，唯一能夠扮演這個角色就是中國，只有中國能夠讓什麼伊朗覺得安心說，說好。那在接下來你跟這個川普啊，就是說習近平跟川普的和談之中，我們希望中國有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來保護我們伊朗應該保有的利益，就戰後了。不要的話說，三言兩語講不好，他又要來打我了，對不對？所以我希望中國能夠對我們的安全得到一些保證。我覺得阿拉奇他在忙在這個東西，所以川習會之中，一定伊朗的問題會擺在最前面來談。對，而且其實我要建議北京政府當你的敵人正在犯錯的時候，你千萬不要打斷，也不要幫助他，因為大家不要忘記了，現在川普還要求了美國國內的3家企業切斷對中國大陸華虹半導體的原料供給哦。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打擊是沒有手軟的，在這個時刻，北京不需要大發善心啊。既然你的敵人在犯錯，你就讓他錯到底，最好連地面戰爭都開打了，那麼這個局面就會重新處理了。否則在這個時候，如果中國大陸一時大發善心，心懷慈悲，然後最後倒霉的還是我們自己。對美國來說，他就像一條毒蛇一樣，你在這個時刻給他任何的好處跟幫忙，他最後都會反咬我們一口。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